Capital One 终于还是对 Venture X 动刀了。Venture X 这张神卡是不是要跌落神坛了呢？本期影片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先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Venture X 这张卡的权益。开卡礼是75000 Capital One Miles， 价值至少是750美元。只要不关卡，卡片每年会赠送1万 Miles， 价值至少是100美元。然后每年还有300美元的 Capital One Travel Credit， 在 Capital One Travel 系统里面消费的时候可以用。还有每年120美元的 TSA Pre-Check或者 Global Entry 的报销额度。拥有这张卡还能免费带人进 Capital One Lounges， 也就是 Capital One 自营的机场贵宾厅。由于 Capital One Lounges 普及度有限，所以 Capital One 还提供了免费的 Priority Pass，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 Priority Pass 的机场使用。Venture X 还能免费再开4张附属卡给家人或者朋友使用。4张附属卡的持卡人也一样能够免费进入 Capital One Lounges， 以及获得 Priority Pass。附属卡的持卡人也一样能够免费带2个人进入机场贵宾厅。之所以 Venture X 会被称为神卡，我认为理由有3点。第一，付年费。 Venture X 的年费是395美元，但是每年提供300美元的 Travel Credit 以及价值100美元的1万点 Miles。 395减去300再减去100等于负5。单从这一点出发，年费已经赚回来了，相当于 Capital One 倒贴钱让你持有这张卡。而且我自己就用过好几次 Capital One Travel 系统来订酒店和机票。Capital One Travel 系统提供的价格以及合作的商户的丰富程度，几乎与第三方的旅游平台无异。第二点就是主卡持卡人和附属卡持卡人都能免费带2个人进入 Capital One Lounges 或者是 Priority Pass 的 Lounges。一张主卡和4张附属卡，理论上一共15个人可以免费进入 Lounges。美国运通和摩根大通的高端信用卡都没能做到这么极端。第3点就是 Venture X 的刷卡奖励也非常有竞争力。通过 Capital One Travel 系统订酒店和租车的话是10倍的 Miles， 订机票的话是5倍的 Miles， 其余消费一律是2倍的 Miles。 另外，如果你有 Saver 这张卡的话，还能把 Saver 的 Cashback 转换为 Capital One Miles， 相当于吃饭和超市买菜也能拿3倍的 Miles。 这么能打的信用卡也迎来了权益调整的一天。根据美国信用卡资讯网站的 Points Guide 的报道， Venture X 将会对免费带人进贵宾厅的权益进行调整。 Venture X 个人卡以及商业卡的持卡人应该都收到了 Capital One 发来的邮件通知了。2026年2月开始，主卡持卡人不再能够免费无条件带2个人进入 Capital One Lounges 和 Priority Pass Lounges 了。贵宾厅仅限于主卡持卡人本人使用。主卡持卡人如果想要带人进入机场的贵宾厅 Capital One Lounges 的话，每带1个人就要支付45美元， Priority Pass Lounges 的话就是35美元。如果想要免费带人进入贵宾厅的话，要满足的条件是每个自然年消费满75000美元，是75000美元，不是7500美元。这个条件对绝大部分朋友来说已经高不可攀了。下面还有个细节需要大家注意的，就是每个自然年消费满75000美元之后，只能恢复免费带2个人进入 Capital One Lounges 的权益，并不能恢复带人进 Priority Pass Lounges 的权益。每个自然年消费满75000美元之后，本年度和第2年都能恢复免费带人进贵宾厅的权益。附属卡的消费金额也算在这75000美元之内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目前拥有 Venture X 这张卡，并且开了4张附属卡给你的家人朋友，然后你自己的 Venture X 以及4张附属卡在2026年年度消费金额超过了75000美元，那么你将在2026年剩下的日子里，以及2027年一整年的日子里，都能获得免费带2个人进入 Capital One Lounges 的权益。但是附属卡持卡人依然不会有免费带人的权益，这是主卡持卡人的层面。2026年2月开始，附属卡持卡人不能再免费进入任何的贵宾厅了。附属卡持卡人想要进入机场的休息室的话，就要支付125美元的费用。125美元是一整年的费用。附属卡持卡人要带其他人进入贵宾厅的话，也一样要付钱。 Venture X 带人进入贵宾厅这个权益已经缩水了，不过申请附属卡还是免费的，主卡人还是一样可以为家人或者朋友申请4张附属卡。以上是 Venture X 个人卡的层面。 Venture X 商业卡的权益也同样面临了缩水。 Venture X 商业卡也取消了免费带2个人进入 Capital One Lounges 的权益，但是保留了免费带2个人进入 Priority Pass Lounges 的权益。当使用 Venture X 商业卡消费满75000美元之后，可以恢复本年度以及下个年度免费带2个人进入 Capital One Lounges 的权益。 Venture X 卡片调整的情况我已经介绍完了，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。我认为 Venture X 依然值得申请，我觉得这次的缩水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现如今全球的经济情况都不太好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并且在高端信用卡每隔几年就要涨1次年费的大环境下， Capital One 的 Venture X 能够维持不涨价，我觉得已经非常良心了。 Venture X 只是砍了无条件免费带人进入贵宾厅的权益，其他的权益并没有任何的改变。300美元的旅行报销额度不变，每年赠送
中1万点数的奖励也不变。Venture X 依然是一张付年费卡，我经常自己一个人旅游。Venture X 砍了免费带人进入贵宾厅的权益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。Venture X 送的 Priority Pass 依然能让大家免费进入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的机场休息室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一个经常出差或者像我一样经常一个人旅行的朋友来说， Venture X 依然是不错的选择。另外 Capital One 会砍免费带人的权益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最近这几年很多美国的机场的休息室都几乎人满为患，高负荷运作，就连美国运通的 Centurion Lounge 也是时常非常拥挤，很多人付了几百块美元的信用卡年费也得不到应该有的舒适体验。所以为了减少能够进入贵宾厅的人数，我认为适当提高贵宾厅的准入门槛还是有必要的。如果你是 Venture X 的持卡人，有带家人或者朋友进入机场休息室的需求，也不妨考虑把自己的 referral link 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通过你的 referral link 申请 Venture X， 让他们持有一张付年费的信用卡，总比花125美元却只能获得机场休息室的使用权要好得多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感谢观看。